那么现在我们的这几款反舰导弹可以说已经领先了美国一代，甚至是一代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开发出更先进的反舰导弹，继续在这个领域压制住对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在2019年国庆阅兵的地面导弹方阵中，我军展示了两款现役最先进的反舰导弹，一个是鹰击12，一个是鹰击18。鹰击12是一款能够全程超音速飞行的反舰导弹，它的突防能力非常强，飞行速度呢也很高，最大速度超过音速的3倍。而鹰击18是一款亚超相结合的远程反舰导弹，在巡航阶段它以亚音速飞行，以增大导弹的射程，而在末段它可以采取超音速突防的方式对敌方的舰船展开精确的打击。无论是鹰击12还是鹰击18，它们的射程都比较远，估计呢是超过300-400公里。这样两款主战的反舰导弹可以说是我军目前一些先进舰船的有效的反舰武器系统。那么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无论是鹰击12还是鹰击18都公开亮相，他们的亮相立刻就吸引了大批观众和新闻媒体的目光，因为这两款先进的反舰导弹是我们的杀手锏武器，如果把它们放在珠海航展正式展出，说明这两款导弹都有了为了打开世界市场而专门研发的出口改进型。那么如果看一下它们的射程，我们就可以发现，无论是鹰击12还是鹰击18，它们的最大射程都只有290公里，明显要比我们自己采用的型号的射程短很多。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在前几届珠海航展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相应的武器系统，它的最大射程都限制在290公里左右，是因为目前世界这些军火大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出口的精确制导的各种各样的弹药，包括导弹，它的最大作战半径不能超过300公里。因此我们很多出口的武器都把射程呢限制在290公里了。尽管射程减小了，但是不代表它的作战威力也随之降低，因为无论是鹰击18还是鹰击12，它们的基本特点或者是它们最突出的战术技术性能呢并没有弱化。一个，它们能够超音速突防，飞行速度比较高，你像鹰击12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呢超过音速的3倍，而鹰击18在末段突防的时候，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呢也超过音速的2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速度状态下，敌方的防空系统很难做出迅速的反应，因为你发现目标还要进行准确的跟踪定位，接下来才能采取有效的对抗措施，对这些反舰导弹进行拦截。如果飞行速度是亚音速的，比如说超音速0.8、0.9倍，那么它有足够的时间对你实施拦截。如果你超音速是2倍的、3倍的这种反舰导弹，它的反应时间就大幅度的缩短为50%甚至30%。那么很可能呢，它还没有做出正确的应对手段的时候，军舰就已经被命中了。再加上这两款导弹本身的抗干扰能力比较强，探测精度比较高，那么一旦海上的这些大中型目标被他们捕捉到，就很难避免被摧毁的命运。从鹰击12E、鹰击18E亮相珠海的情况，我们是否还可以推测出我们国家正在开发更加先进的反舰武器系统，而这些先进的反舰武器系统或者改进型的兵器有可能呢已经接近于列装的状态，因此我们现在才有可能把这些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各种各样的反舰导弹武器系统推向世界市场。我们希望着中国在反舰导弹这个领域能够取得更多更先进的成果。那么现在我们的这几款反舰导弹可以说已经领先了美国一代，甚至是一代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情况下，我们有可能开发出更先进的反舰导弹，继续在这个领域压制住对手，这样才有可能呢真正保卫我们国家领海
领空的安全。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